阿父，若当初孤没有退婚，废太子见了本宫，为何不跪？草民叩见皇后娘娘。沈燕为退婚那天绝不会想到，他亲手烧掉的不只是婚约，还有他的皇位。阿敏，孤心悦于太子心悦于于敬彤，然后想同我退婚娶她。并非，孤只是想告诉你，阿童乃镇北侯遗孤，为了安抚边将，他不可为侧妃。你我婚事是先皇亲自定下的，不可更改，所以你想让我做妾？敬彤由皇祖父亲自教养，身份尊贵，又是父皇亲封的郡主，所以只能委屈你了。身份尊贵？太子莫不是忘记了，我崔观仪姓崔，乃清河崔氏嫡女，我父亲是尚书令，我母亲是昭瑞长公主陛下亲姐，殿下拿于敬彤一个孤女跟我比尊贵。阿童父兄乃镇守边疆的英烈，你怎可如此？太子若想娶于敬彤，明日自可来尚书府退婚，我崔氏自不会过多纠缠。小姐，这太子也太欺负人了，他是不是忘了咱们崔家是五星七望之首，屹立清河几百年，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得敬着。他是被情爱迷了心智，连利弊都分不清了。就是，想当初这桩婚事还是他亲外祖父林阁老施了一张老脸，求了又求，咱们祖父才点头的。如今他倒好，为了个于敬图，要把这份依仗亲手扔了。于家男儿6年前全战死在北京，只剩他一个孤女。陛下心疼他，封了郡主，倒成了他跟我叫板的底气。那也不能让您做妾啊！这太子的脑子怕是被驴踢了，简直蠢不可以。由他去吧，情爱能让人失去理智，但失去理智的储君可坐不稳那把椅子。小姐，您还有心思喝茶呢？太子殿下已经在大厅了，说是来退婚的。既然来了，这婚我们要退就退个干净。这太子也太不知好歹了。咱们小姐美若天仙，家世更是显赫，放眼整个上京，谁能比得过您？他偏偏猪油蒙了心，为了个孤女想同您退婚。好了，这婚退了也好，总比以后相对两燕要强。沈燕为，你当真不把我崔家放在眼里？当初若不是林阁老亲自带着你上门求亲，我崔家绝不会答应这桩婚事。如今你这是要把我崔家的脸面踩在地上吗？父亲，莫要伤了身体，这婚退了便退了，崔家的女儿难道还怕寻不着好儿郎吗？殿下，念着你我从小相识的情分，我最后劝你一句，这桩婚事退了，没了崔家铺路，您的路怕是没那么好走了。孤的路从来都不是你们崔氏铺的，是孤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好，那今日便当众说清楚，崔家从未抗旨，是殿下执意要退婚，日后的所有后果，殿下需敢作敢为，一力承担。那是自然。那殿下可要好自为之啊。小姐，消息都传遍大街小巷了，听说婉陛下震怒，直接下旨将太子禁足在东宫了。意料之中，这是陛下给崔家的交代。太子也不想想，他这位子是怎么坐上去的？还不就是因为林家当年立了大功？可如今林家只有文官，不掌兵权，他这时候还得罪咱们家，图什么呀？他大概觉得娶了于敬彤能得到更多。于敬彤虽然只是个孤女，
但余家旧部仍然在军中担任要职。小姐是说，太子想拉拢余家的兵权？陛下正值壮年，子嗣繁多，家世显赫的皇子不在少数。他想玩火，也得看他那身子骨能不能受得住。沈燕为太消极了。崔小姐，贵妃娘娘说了，近日宫中的菊花开得极艳，特意差老奴送些薄礼，并请小姐进宫赏菊。哼，这皇城的娘娘可真会做人，前脚太子刚退了婚，后脚就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她真以为这事儿能就这么过去了？长公主息怒，娘娘她是真心实意。若非本宫是先皇唯一的嫡出，若非皇兄向来宠我，这甜枣恐怕都落不到崔府的门槛上。要是本宫投胎成个男儿身，这天下姓什么还不一定呢。母亲莫恼，本宫未出嫁时被先皇宠着，出嫁了被你父亲疼着，这辈子就没受过谁的窝囊气。林家想求和，哪有这么容易？母亲，贵妃诚心相邀，若咱们聚了，倒显得崔家气量小了。阿咪也许久没进宫给皇舅舅请安了，正好去逛逛。阿福，本宫自小就看着你长大，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亲女儿疼了。那尿子糊涂，本宫这几日真是急得睡不着觉。娘娘言重了，殿下自有殿下的成算，阿炊不敢置喙。这株墨菊倒是开得清雅，宫里的园子确实比外头有灵气。来人，去将这几盆开得最好的墨菊和金盏都装好了，晚些时候亲自到崔府去，就说是本宫送给崔小姐压惊的。那阿玉便谢过娘娘赏赐了。往后多进宫坐坐，若缺了什么，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来找本宫，本宫定会为你做主。阿福明白，谢娘娘体恤。小姐，贵妃娘娘性子真软，又明事理，对你也是真没话说。是啊，其实于我而言，有这样一个婆母是极好的，性子够温婉，知分寸。可惜了，偏偏太子是个没脑子的，生生断了这缘分。确实可惜，不过这宫里的温情向来是伴着算计的，他若不收买我，他那太子的位子只会晃得更厉害。崔观仪，你给我站住！于郡主，你也是宫里教养出来的，难道不知尊卑，竟敢直呼我家小姐的名讳？我是来告诉你，太子哥哥他是我的，就算贵妃娘娘再怎么偏袒你，他也只会娶我一个。于静彤，我记得以前在太学我就警告过你，别来招惹我。怎么，当了郡主就全忘了？崔观仪，你仗着身份尊贵，处处排挤阿童，简直度量狭小。说我欺负你，那我就欺负给你看。我这辈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当初沈燕为那没脑子的被你耍得团团转，还当众教训我。可最后呢，夫子罚了谁抄字，你该没忘吧？奴婢记得可清楚了，某人边哭边抄，手都抖了呢。你当年趴在窗户边吓唬我，我当时是告诉你，我这个人有仇当场就报。我不怕你，我和太子哥哥两情相悦，反正你别想拆散我们。于静彤，你记清楚，我崔观仪想配什么人配不得，这世上只有我不想要的，没有我想要而得不到的。而你现在拼命抢的，不过是我崔观仪随手扔掉的破烂，你明白了吗？你放心，我可没兴趣和你抢那种没脑子的男人。
小姐，您瞧他那张脸，青一阵白一阵的，真够解气。小姐，走不动了，前面路口被金无畏给封死了。金无畏，嬷嬷，你下去看看出什么事了。是，奴婢这就去。秦王殿下可是要查于阿弥的车？回崔府。正是。跟着我。小姐，吓死人了！是秦无畏在抄家呢，抓了好多人。还好撞见了秦王，否则咱们怕是得困在这儿大半天。殿下请留步，今日多谢。这秦王殿下怎么回事啊？帮都帮了，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小姐，您说这秦王殿下的性子也太冷了，怪不得大家说陛下最不喜欢他。他性子冷是不假，但若说陛下不喜欢他，那你就看错了。奴婢瞧着陛下经常在金銮田前罚他跪着呀，动不动就责骂，这还不算不喜欢吗？沈燕真这身份其实特殊的很，论起来，她才是陛下当王爷时娶的正妃所出，是宫里唯一的嫡子。唯一的嫡子。当年王妃早逝，陛下重情，这后位便一直空着，再未立后。沈燕瑞是个硬脾气，从小被责骂被罚跪，腰板都挺得笔直，从来不肯低头。原来是这样，那陛下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呀？16岁封王，掌控金乌卫，这叫不好。如今镇北侯牺牲，接管边境军权的又是沈燕润的亲舅舅。天哪，这金骑卫和兵权都在他这房手里，陛下这是明着严苛，实则放权。表面上瞧着他是最不得宠的孩子，可实际上这宫里谁的底牌能比他硬？怪不得他整天冷着张脸，谁也不搭理。他那性子的确让人亲近不起来，但也正因为这性子，他才能在这吃人的皇城里稳稳担当地走到今天。小姐，崔府到了。这于郡主自退婚后，真是愈发张扬了，竟在侯府秋宴上也这般招摇。小姐，您瞧他那显摆的样子，您倒是说句话呀！理他做甚？这桂花酿可是定安侯夫人的拿手绝活，每年也就这秋宴上能喝到，别浪费了。难得喝到，多饮几杯又何妨？你很难过吗？难过？殿下，我有难过吗？你还喜欢他吗？喜欢太子，大抵是没有过的吧。阿福觉着沈大哥好似比太子更令阿福亲喜呢。我不信。我来吧。阿福，你很久都没有唤过我沈大哥了。也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怎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段旧事。那边吵吵嚷嚷的，出什么事儿了？回长公主，是四殿下和三皇子在校场打起来了。三皇子瞧上了四殿下舅舅送的那匹北地宝马，非要抢。四殿下那脾气您是知道的，哪里肯让？那后来呢？打赢了吗？三皇子带了7、8个跟班去抢，结果全被四殿下一个人打得鼻青脸肿。这不，淑妃娘娘刚领着三皇子去陛下那儿哭诉，陛下震怒，刚把四殿下叫进殿里训斥呢。我可怜的儿，瞧这脸被打的，幸好你父王英明，狠狠训斥了那个没娘教的野孩子，当真是大快人心。母妃放心，儿臣一点都不疼，父皇心里最疼儿臣了。某些人就算有外公舅舅送宝马又怎样，不也照样得挨父皇的骂？哼，
活该！母亲，您瞧三皇子那得意样，明明是他抢人东西，真不要脸。阿父，先不要出声。沈彦真，你那个短命的娘早就死了，父皇根本一点都不喜欢你。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你就是个没娘疼的野种！你找死！反了！来人啊！快拉开这个疯子！罗六祥，给朕滚进来！沈夜吟冥顽不灵，他既然骨头硬想跪，那就他跪死在那儿，谁也不许求情。哎呦，我的小祖宗哎，您就服个软吧！陛下那是刀子嘴豆腐心，您跪着，老奴这心里像热油浇过一样。您说声儿臣错了，能少块肉吗？我无错。这孩子和本宫当年一样，从小就没了娘亲。只是本宫比他幸运，有你皇祖父和几个皇舅舅护着。可他在这宫里，怕是受尽了委屈。阿敏，走，随本宫过去。本宫进殿去和你皇舅舅说说话，你在阶下候着。给你，沈大哥。那是给你擦脸上的灰和血迹的，你抓着不动干嘛？沈大哥，我陪你，你别担心，我母亲进去找皇舅舅了，你等会儿准能起来，不用再跪了。来，阿珍，跟姑姑起来。谢谢姑姑。好孩子，快回去让大夫瞧瞧身上的伤。娘，我刚刚瞧见沈大哥转过身去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好像哭了。你沈大哥呀，自小没了母亲庇佑，但在宫里，只要有人对他好，哪怕只是1分，他都能记一辈子。他是个好孩子，以后阿福看见你沈大哥被你皇舅舅罚了，也可以帮他求求情，知道吗？知道了。皇舅舅，沈大哥知道错了，您就饶过他吧。你这丫头，回回都替他说话。罗六祥，传旨让他起来吧。奴才遵旨。后来，我总是死皮赖脸的跑去替他求情，皇舅舅宠我，10次里倒有8次能成。沈大哥，出宫了也要常来看我呀。规矩些，别总在宫里胡闹。只是他封王出宫见府后，见面的机会便少得可怜了。见过秦王殿下。免礼。他性子越来越冷，那声亲热的沈大哥，终究还是叫成了生疏的殿下。阿木，你很久都没有唤过我沈大哥了。沈大哥，些寒气重，少吃些。听沈大哥的。小姐，您瞧瞧您，今儿真是喝得太多了，这后劲儿上来了，待会儿回府，夫人瞧见定要心疼。那桂花酿好喝，沈大哥剥的蟹也甜。是，甜。快进车里谈话。小厮怎么停了？殿下，你怎么在这？崔阿敏，你可愿嫁给我？好啊。说话算数。我崔观音说话自然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拉钩。好，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小姐，不好了，不是大喜，出大事了！大呼小叫的，我头疼。小姐，陛下的赐婚圣旨已经到大厅了，陛下给您和秦王殿下赐婚了。赐婚？秦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拉钩。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天哪！我昨晚到底干了什么荒唐事？小姐，秦王殿下文武双全，这上京多少姑娘盯着呢？陛下赐婚，您怎么跟踩了火坑似的？什么火坑？他这分明是趁人之危，他明知道我昨晚喝多了。小姐，您还没洗漱呢，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找沈燕征算账。哎呦，崔小姐，您怎么亲自来了？老奴有失远迎。沈燕真呢？让他出来见我。王爷这一大早便去军中教场跑马练风了，现下正歇在校场呢。浓墨，走去教场。沈彦正，你怎么能趁着我昨夜醉酒哄骗我呢？崔阿奇，昨夜可是你自己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是女子，又不是什么君子。哦，那你想怎样？是想去跟父皇说你昨夜醉了，想抗旨，还是怎样？我就是气不过，你明知道我喝多了，还故意拿话套我，你分明就是哄骗。好，是我不好，那我认错，可行？你认错倒挺快。阿父，现在你可是清醒的，那我再问你一次，可愿嫁我？你放开我！愿不愿嫁有那么重要吗？反正这圣旨都下了，崔家又抗不了旨。其实嫁给你也还行。小姐，您这都回府2个时辰了，心绪怎么还没平静下来？这脸红的像涂了3层胭脂。死丫头，就你话多。奴婢瞧着，秦王殿下是个会疼人的，您就别羞了。这正旨都下了，往后您就是秦王妃了。哎，你瞧见没？秦王府的马车一大清早又停在咱家大门口了。自从陛下赐婚后，秦王殿下这送礼的频率隔3差5的，都快把咱们崔府的库房给堆满了。可不是吗？先前京城里那些人还背地里传闲话，说秦王殿下是个杀伐果果、不近人情的冷面阎王。如今瞧瞧，他对咱们小姐上心的程度，简直是捧在手心里怕化了。老奴见过长公主，见过崔小姐。冬日快到了，我家王爷前些日子特意去京郊猎场，亲自猎了上好的雪狐皮。这不，宫中上衣局的绣娘治好，王爷便立马叫老奴给您送来了。我就说阿珍这小子是个细心的，你瞧瞧，这冬日还没到呢，他就把御寒的物件都备齐全送来了。劳烦管家替我谢过王爷，这披风我很喜欢。他这般大张旗鼓的送，倒也难怪，毕竟他除了送我，也无人可送。阿奇，人家阿珍事事想着你，你是不是也该给他送点什么，好回一回这份心意呢？我女儿这手艺是越发好了，这金丝祥云针脚细密，阿珍穿上定是好看得很。这冬日喽，为父也觉着冷，什么时候有人也给我做一件哟？你都一把年纪了，还好意思跟小辈抢东西？
想要大躺，找你的绣娘去。崔小姐，您这手艺真是巧夺天工，老奴带回去给王爷，王爷定要欢喜的合不拢嘴。有劳管家，冬日雪大路滑，路上慢些。老奴替王爷多谢小姐体恤，定把小姐您的关怀一字不落的带给王爷。老奴告退。真软。奇怪，这上面怎么有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哎呀，为娘这眼睛最近是愈发不使了，刚刚可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没瞧见。娘，您怎么走路没声音啊？好啦，娘不逗你了。瞧你这护宝贝似的样，看来这门亲事阿父心里是极满意的。小姐，秦王府来消息，说秦王殿下很喜欢那件大躺，当场就套在身上，逢人便炫耀是您亲手做的呢。就你嘴碎，不过是件衣服，也值得你这般大呼小叫。那能一样吗？这可是小姐您熬了几个通宵才做好的。不过呀，殿下对您也是一片赤诚。他那个人倔得很，认定的事向来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哎呦，那殿下在猎场顶风冒雪，一个人蹲守烈雪湖的时候，心里脑子里是不是全在想着该怎么给咱们小姐做件最暖和的披风呢？死丫头，越发没规矩了，连我都敢偏派，看我不罚你！奴婢知错了，奴婢这就去给小姐接杯茶。我们阿晨自小叫人宠坏了，性子烈，规矩也少。往后成婚了，你可得担待着些。他所有的脾气都是福气。小姐，您这儿捧着杯凉茶傻乐什么呢？多嘴，谁傻乐了？还说没有，这茶水早就凉透了，您都喝不出味儿来。瞧瞧您这嘴角，都快挂到耳根子去了。哎呀，夫君，我突然想起库房里还有些年货没对完账，你随我一道过去瞧瞧。啊，对账？那不是有管家吗？对，为父也突然想起来了。阿珍啊，你陪着阿伟在花厅坐坐，我们先走一步。殿下今日是骑马来的，冷吗？殿下坐啊，一直站着做什么？多吃些，你武山庸的少。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上次宴席你吃了3块。过去这么久了，你竟然还记得？尝尝，看味道可还一样？甜的，很好吃。今日雪大，殿下回府的路上当心些。披风合身吗？合身，很暖。沈大哥，慢些骑马。他刚刚问的那句话，是随口一问，还是他其实已经等着问这句话很久很久了？小姐，秦王殿下在门外呢，说是顺路过来瞧瞧。顺路？秦王府到这儿可隔着半个京城呢，他顺的哪门道路？奴婢也纳闷呢。不过小姐，殿下都在外上等了一会儿了，您不见见？不见像什么样子？嬷嬷，走。小姐，您瞧，殿下这眼睛都快粘在您身上了。忙吗？忙得脚不沾地。殿下既然只是顺路，怎么还特意停在这儿？你来做什么？舅舅从北拜带回来的，听说急需寒补气。你身子弱，记得每天喝。替我谢谢舅舅。
沈大哥，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什么，外头风大，冷得紧，快进屋去。小姐，这锦盒烫手吗？您怎么眼睛都红了？胡说，是风沙迷了眼。奴婢瞧着，小姐心里这会儿啊，怕是比喝了蜜还要甜呢。尚书令啊，你瞧瞧，阿福和秦王坐在一处，当真是天造地设，很是般配啊。陛下说的是，这两个孩子确实和气。浓墨，看见了吗？有的人费尽心思抢了个垃圾，还真当自己飞上枝头了。小姐说的是，垃圾终究是垃圾，哪配得上这满天的荣光？崔阿敏，看谁呢？我瞧着，秦王殿下今儿真是越发俊朗了呢。沈大哥，你平常看着凶神恶煞的，怎么这么不禁斗呀？瞧瞧，嘴角都勾起来了。吃你的狗！殿内闷得慌，我一个人出去透透气。别走远了，外面风大。一会儿就回来。阿福，四弟行事粗鲁，向来霸道蛮横。你老实告诉姑，你可是自愿同他订婚的？殿下，秦王霸不霸道，似乎都与您无关。姑是为了你好，你自小被娇惯着长大，如何受得了他那暴虐脾气？姑的意思是，你若不愿嫁他，姑现在就可以帮你同父皇说，让父皇收回成命。秦王就算霸道，也是阿父心甘情愿受着。倒是殿下您，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儿，再来操心别人吧。阿民，你何必用这种语气同姑说话？姑是真的担心你。殿下，我可听闻你太子府的属官们最近有些不安分啊。您若是不想被别人揪了小鼻子，落得个自身难保的下场，就少来管我崔家的事。崔官仪，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太子哥哥都已经和你退婚了，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恶人先告状，真是有趣。阿童，休得无礼，是姑自己来寻阿福的。太子哥哥，你是骗阿童的吗？你之前明明说你根本一点都不喜欢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偷偷来找他？你不许走！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不许离开这里！让开！阿童，太子哥哥，他欺负我，我的腿好疼！不许哭！今天我就把话说白了，我崔官仪是自愿同秦王订婚的，他没有逼迫我半分。还有，秦王他好极了，是我崔官仪满心满眼最心仪的夫婿。至于太子你，我崔官仪这辈子从未喜欢过你，所以以后管好你们自己，我也绝对不会去破坏你们那所谓的感情，明白了吗？阿民，你方才说什么？你从未喜欢过姑？是，曾经懵懂无知，只觉得我是崔家嫡女，将嫁给你做理所当然。可是现在，我倒觉得嫁给一个满心满满都是我，只爱我一人之人，才是最好的。我不信，从小到大，你我青梅竹马，你对孤城真就没有过半点真心吗？他说得很明白，他看不上你。沈大哥，你没生我的气吧？生什么气？听见某人当着旁人的面儿说我是他满心满眼爱着的人，我高兴还来不及。没生气就好。哎，这太子真是令人心烦，既要又要的，真不知道于静彤那蠢货到底看上了他什么，简直一个莫名其妙。不用为这种蠢人费神。小姐，大喜的婚服都备下了，您怎么还瞧着镜子发愣呢？明日就要嫁过去了，要嫁给沈嫣瑞了。可不是嘛，明天您就是名正言顺的秦王妃了。
您这心里是不是觉得跟做梦一样不真实？他那个人平日冷冰冰的，可攥着我手的时候，掌心却比谁都热。奴婢还记得殿下跟尚书令大人说的那句话，他所有的脾气都是福气。殿下那从容的语气，奴婢听着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就你耳朵尖，什么话都偷听。还有殿下送来的北地药材呢，殿下平日里看着不苟言笑，其实心细着呢，对您啊藏着1000分10000分的温柔。小姐，您这悄悄笑什么呢？是不是已经在想秦王殿下了？越说越没个遮拦。睡觉。是，小姐早些歇息，女儿还得当个天底下最美的新娘子呢。奴婢退下了。嫁给他其实很好。小姐，秦王殿下亲自骑着大马在门外迎亲呢。哎呀，皇家子弟大婚向来没有亲自迎亲的，秦王殿下这是头一个，可见对小姐有多用心。就你嘴碎，快扶我出去。小姐，秦王这眼睛可是一下子都没从你身上挪不过。小姐，首先怎么出汗了？别慌，殿下在前面迎着呢。新娘子落轿，跨火盆，红红火火；跨马牙，平平安安。阿飞，愿为双飞鸿，百岁不相离。沈彦真，阿飞，儿时算命的先生说，我这一生亲缘浅薄，注定孤独。那不过是算命先生的胡话，何必当真？从前我也这般认为，但是你递给了我那张锦帕，拉着我的手将我在金銮面前一次次扶起，是阿谀让我觉得，原来这世上是有人关心我的。我都快忘了，已经记了这么久。我一直知道你是沈彦文婚书上的妻，所以我不敢同你亲近，因为我怕失去，我怕有一日你会站在我的对立面。儿时我也曾艳羡你总是跟在沈彦完身后叫着哥哥，后来你慢慢长大，亭亭玉立，耀眼夺目，午夜从梦中醒来，那时我才意识到，你在我心里早就留下了种子。好在你和沈彦凡退了婚，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你面前，告诉你我心中的喜欢。好在我得以如愿，娶了你。沈彦真，你看着我。沈彦真，日后你不会再孤单了，你有我，我的家人便是你的家人。往后谁也别想再教你一个人孤零零的跪着。往后余生，让我好好爱你吧。小狼，大清早的你做什么呀？别动，再陪我躺一会儿。堂堂秦王殿下何时也学会赖床了？这要是传到朝堂上，不怕那些御史参你一本。阿飞，王妃这般害羞，昨夜抱着我不放的人，难不可成不是你？沈彦正，不许胡说！起吧，再不起，回门就晚了。啊，对，回门。我瞧瞧，这气色红润、眉眼含春的，看来秦王府的水土倒是养人的很。娘，您怎么一见面就打趣女儿？行了，进屋吧。站大门口像什么样子？阿珍，近来金吾卫戍变动频繁，你手上的差事可还顺手？回岳父大人，金吾卫防务已重新整饰，兵部那头也按律过问，一切皆在章程之中，并无纰漏。
今儿瞧着那沈燕珍倒还算像样。父亲，您心里明明早就满意她了，还要在这里端着架子。谁满意了？若不是你自己愿意嫁，为父才瞧不上她那硬邦邦的性子。沈大哥在外面威风八面，在娘面前倒听话得很。你母亲在同他说，阿姨自小娇生惯养，不许她让你受委屈。你这性子嫁了人也未必肯吃亏，可燕珍的孩子看着冷，实则是个认死理的，她既娶了你，便绝不会薄待你。那是自然，我的眼光一向是极好的。你呀，真是厚脸皮。睡吧，到府了叫你。小姐，王爷今天天不亮又出门了。奴婢刚才去厨房，听他们说，王爷今儿不仅要处理金无畏的事，待会儿还得去户部和兵部听差。陛下近来召见的愈发频繁了，他回回都是夜深了才归。可不是嘛，头2回您心疼王爷辛苦，天天让人温着补汤，可如今倒好，王爷常常半夜才回来，您在榻上打盹等他，半夜醒来，身旁却总是空的。他这人就是个铁打的，一忙起来连个影子都瞧不见。奴婢瞧着，王爷虽是差事要紧，可这新婚燕尔的，哪能天天让您独守空房？小姐，这更漏都想过好几轮了，都夜半3更了，王爷今夜指不准又要忙到什么时候，要不您先歇下吧。不，我偏要等。您前天也等了半夜，再这么熬下去，身子哪受得了啊？你先下去睡吧，不用在这里陪我。王爷，书房那边的炭火已经烧旺了，灯也给您点上了。说话轻点，别吵醒了主屋的王妃。沈燕珍，你回来了，居然间躲去书房睡！怎么还没睡？穿得这么单薄，冻着了怎么办？殿下不是也没睡吗？你笑什么？成婚才多久，殿下就开始找借口躲着我，天天睡书房了？不是躲你，那是什么？每天回来都到半夜，怕吵醒你。你身子本就弱，睡不好，白天又要头疼。你不回来，我才睡不好。阿福，你是在想我吗？谁想你了？殿下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些。我只是觉着，你既费尽心思把我娶进了门，总不能新婚才没几日，便天天叫我独守空房，平白让下人们瞧了笑话。是我不好。近来朝中事多，父皇虽然在放权，但也是在考量我、试探我。朝堂上不知道多少双眼睛都在暗处死死盯着。我若是在公务上有半点松懈，便会叫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揪出错处。所以，你为了不被揪出错处，连觉都不会防睡了。我想给阿义这世上最好的。沈燕珍，你再这样不顾惜自己的身子，我会心疼的。听好了，往后任凭有多晚，忙完了也得回房睡。我就在屋里等你，你忙归忙，总归每天都要让我看见你，我才安心。好。
这是怎么弄的？昨日出门前明明还没有，怎么又伤着了？无碍，不过是昨日在军中不小心被甲胄划了一下，不疼。浓墨，去把我的玉露膏拿来。是，奴婢这就去。你这人总这样，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若不是今早被我瞧见，你是不是又要生生瞒过去？阿西，你再这般心疼我，我往后可就真的舍不得出这王府大门了。油嘴滑舌，少来哄我。没哄你，句句是真。这人真是越来越会招人了。小姐，外头这2日都传疯了，都说东宫里娶回来的那位于郡主脾气大的没边儿，规矩却差得一塌糊涂。她刚入东宫，又闹出什么笑话了？她才嫁过去几天啊，就因为嫌弃东宫属官的安排，跟东宫那些老臣处处起冲突。更绝的是，她仗着有太后撑腰，连林贵妃的面子都不给，甚至把贵妃娘娘赏下去的教规矩嬷嬷给当众呵斥了。林贵妃性子温婉，可也不是好惹的。沈燕为如今本就举步维艰，于静和再这么闹下去，东宫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随他们怎么闹去，反正咱们看戏便是。今儿入宫赴宴，小姐您可得穿得精神些。今日宫宴，少不得要见见这位新晋的东宫宠妃了。殿下，北境军饷调拨与防务换防一事，臣等正有要事欲向殿下商相。您看，阿明，殿内风大，你且先进去寻个暖和的位置等我，切记不许饮郎酒，知道吗？好啦，几位大人眼巴巴的瞧着呢，殿下快去忙正事，莫要叫人瞧了笑话。那我去就来。小姐，您瞧瞧，生怕旁人瞧不见她那副东宫宠妃的暴发户嘴脸。崔关西，我听闻秦王殿下近来很得陛下看重，连兵部户部的事儿都能过问了。瞧你如今这副模样，想必是得意的很吧？郡主若特意过来，只是为了恭喜我的，那阿姨便不客气，收下了。你别高兴得太早，沈燕为终究是大燕的储君，你一个闲散王妃，得意什么？郡主说的是，只是这宫宴之上，大庭广众之下，郡主竟然直呼储君名讳，这若叫御史堂那些有心人听了去，只怕要参东宫一个尊卑不分、失礼御前之罪了。阿童，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太子哥哥，你来的正好。崔关西他仗着秦王得宠，故意当众羞辱我。哟，郡主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老身方才可一直看着呢，秦王妃从头到尾也就温和的回了2句话，字字句句都在为您和东宫的体面着想。这羞辱2字，老身倒是一点没听出来。嫌不够丢人吗？先回席上去。你竟然为了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凶我！阿童，这里是御前宫宴，成何体统？今日在店里受气了？沈大哥，你觉得就凭他那点道行，能让我受气？也是，本王白担心了。殿下这语气，听着倒像是很遗憾似的。不是遗憾，是怕自己来晚了，没机会替你出头。那若我今儿在里面当真受了天大的委屈呢？谁叫你委屈，我便叫谁10倍还回来。不过我更喜欢看你自己欺负别人。秦王殿下，
原来你竟喜欢这样的。我的王妃跋扈些才好。东宫出大事了，今早有言官上奏，弹劾太子属官私下结党，紧接着又查出沈燕为余家旧部私底下往来过密。余家旧部，他终究还是动了不该动的心思，难怪皇舅舅会震怒。林家这些年虽极力周旋，可朝堂上落井下石的人太多，太子太急了。姑的路从来都不是你们崔氏铺的，是姑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他自己选的路，自然要他自己一脚深一脚浅的走，怨得了谁？你这丫头，这时候还笑得出来？为何笑不起来？当初他弃我崔家如敝柳，如今这果报，他受得合情合理。东宫如何已成定局，如今真正要紧的是燕刃能否在这风口浪尖上稳稳地接住陛下放出来的这个局。父亲放心，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父亲今日同我说，东宫这次怕是彻底撑不住了。林家这些年走得太顺，早没了从前的谨慎。至于沈燕为，沈燕为以为自己娶了于静之，便能顺理成章地握住余家旧部的人心。可如今瞧着，那些军中将领似乎并未为东宫马首是瞻。因为他忘了，那些戍边将领中的是大燕，是天子，绝不是一个只知情爱、毫无担当的储君。那你呢？我什么？沈大哥，你想要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吗？从前不想，如今想了。为何？因为你，阿父，你既嫁给了我，我沈燕珍便绝不能叫你叔。既然你这么想，那我也不能只做一个被你护在后头的闲散王妃。这朝堂上的博弈，后宅就是延伸，世家命妇之间的往来，各家高门背后的态度，还有那深宫内院里风向的变化，这些我都能替你看得明明白白。你若信我，我便替你死死守着这后方。好，那往后便劳烦王妃与我一道守这盘天下大棋。小姐，刚传来的消息，废太子的圣旨刚刚从大明宫送出去了，沈燕为彻底完了。今儿这场雪下得可真大。奴婢记得当年沈燕为来咱们崔府退婚时，似乎也下过一场雪。那时候他满心以为自己不过是换了一桩婚事，能攀上余家和太后的高枝，却不知他亲手推开的是通往深渊的万丈退路。对了，小姐，宫里刚才传了话出来，说被废的沈燕为临行前想见你最后一面。有些话早些说清，倒也干净。你如今过得很好。托殿下的福。阿鱼，姑一直想问你，当年你可曾有哪怕一点点真心喜欢过我？我尽过婚约，尽过先皇之命，也念过自幼相识的情分，但我从未真正爱过你。如今我已知何为心悦之人，何为两情相悦。殿下，你我从来都不合适，所以从头到尾只有姑一个人自以为是。那日我曾劝过殿下，退了这桩婚，你的路便不会那么好走。殿下如今可明白了？冷不冷？瞧见你就不冷了。回家吧。回家。
秦王沈彦追文武才略，茂德克章，特册立为皇太子，入主东宫。钦此。儿臣领旨，谢父皇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叩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夜深了，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阿云，陪姑坐会儿。那些人今日都领了诏书出京了，这大燕的储君之位，终于是彻底尘埃落定了。阿父，你可见过我母妃？沈彦真，你很少提起她。听舅舅说，我母妃没有同父皇成婚前，自小长在北地，像只无拘无束的飞鸟，肆意极了。后来，一封父皇亲手求来的赐婚圣旨，将她彻底束缚在了这看似繁华，实则肮脏不堪的皇城中。可他求来了圣旨，却根本护不住我母妃。后宫波谲云贵，当年王妃早逝，你和母舅家变成了靶子。他走后不久，外祖父战死沙场，紧接着舅舅被奸人陷害下了大狱，我一时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庇佑。所以当年你才在金銮殿前拼了命的跪着。那时我跪在殿前求他救救我舅舅，可他为了在夺嫡中明哲保身，无视了我的哀求。那时我便觉得他虚伪透顶。他明明表现得那么爱我母妃，可为什么连他留在世上唯一的弟弟他都不愿意救？为了大位，皇舅舅当时也是如数薄霜。那后来呢？舅舅就这么在牢里度过了3年，直到父皇夺嫡成功，登上了皇位，舅舅才被放了出来。可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被放出来时，却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我看见时害怕极了，也心疼坏了，抱着他那破烂的囚衣哭得撕心裂肺。舅舅却摸着我的头对我说：“阿珍，日后莫怕，舅舅会在你身后，没人敢欺你。”所以后来舅舅拼了命在战场厮杀，为父皇护住河山，开疆拓土。而我怨了他，气了他，也恨了他整整10几年。可是今天他竟然亲手把玉玺给了我。他对我说：“沈彦真，你一直都是朕的骄傲。”沈彦真，我知晓你心中的矛盾，一个从小就不被认可、不被关爱的孩子，到头来却发现他从小经历的一切苦难，不过是父亲护住他的手段。可我该如何原谅他？我不替你原谅陛下，因为你受的委屈谁也代替不了，我也无法站在他的角度去责怪别人。但我能做的只有陪在你身边，告诉你，你还有我们陪着时间，将这些矛盾一点一点去化解。乾明18年，帝禅位，隐居普亭山。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阿父，你可知道，当年我去求你我的赐婚圣旨前，你父亲私下里找过我。我爹？他当时同你说什么了？尚书令大人黑着脸对姑说，我那女儿阿费自小生在富贵宫里，被我和他娘宠坏了，性子烈，脾气跋扈惯了，她往后可受不得半点气。我爹真是的，怎么在女婿面前这般编排我？那你当时是如何回我父亲的？我同你父亲说，只要有我沈彦真在，你崔官仪永远是大燕最璀璨的明珠。如今我做到了。